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次我要介绍的书籍名为《频尿：尿失禁泌尿科名医教你最佳治疗方法大全》。这是一部由6位泌尿科专家共同撰写的精华之作，旨在帮助人们自行解决频尿和尿失禁的问题。也许你最近发现自己上厕所的次数增加，感到困扰，或者因为无法忍受尿意而发生尿失禁，而感到沮丧。我相信你们也有类似的经历。频尿和尿失禁是比较私密的话题，许多人因为不好意思向他人求助而陷入困境。有些人甚至会质疑，为什么自己是唯一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人，感到沮丧和不安。但实际上，通过数据分析，会发现你并非唯一面对这种困扰的人。据称，现在日本40岁以上的人中有1/3曾经面临过尿路问题的困扰。换句话说，频尿和尿失禁是中老年人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实际上，即使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泌尿科医生，在50岁以后也开始感受到了频尿的情况。频尿和尿失禁之所以令人苦恼，是因为它们会显著降低生活质量。因为尿路问题而需要多次在用餐时上厕所、堵车时无法忍受、无法和朋友一起旅行等等。这些本应是生活中的乐趣却被剥夺了。有些人甚至病情恶化到连外出都困难，只能宅在家里。因此，对于这种泌尿问题，拥有正确的知识非常重要，以避免生活质量和快乐受到影响。通过正确的水分补充、饮食方式以及简单的肌肉训练等自我护理，也可以改善症状。因此，深入了解频尿和尿失禁，找到解决困扰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就来一起学习本书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如下：频尿和尿失禁如果不加注意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如何自力克服频尿和尿失禁的最佳治疗方法。首先，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讲解频尿和尿失禁如果不加注意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受频尿和尿失禁困扰的人逐渐增多。实际上，在观看这个视频的观众中，很可能有很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然而，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将频尿和尿失禁视为严重的问题，他们可能认为频尿和尿失禁只是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发生的现象，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老化过程。但是，让我们明确一点，频尿和尿失禁并不只是简单的老化现象，而是真正的疾病。如果不及时处理，尿失禁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及早对此进行处理是必要的。另外，除了尿失禁外，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患有频尿的问题。现在，让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频尿的定义。频尿被定义为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寝期间的排尿次数超过8次，并且夜间起床排尿1次以上。那么，请大家对比一下自己的排尿次数，看看情况如何呢？每个人的排尿次数会有所差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超过多少次就算异常。即使白天去了10次厕所的人，如果本人并没有感到困扰或者烦恼，那就没有必要担心了。但是同样的，即使一天只排尿8次以下，如果本人感到困扰的话，也应该及时就医或者进行自我保健。如果有焦虑或者困扰，早点就医或者坚持进行自我保健是必要的。关于自我保健的内容，我会在后面详细解释，请大家期待一下。如果觉得直接就医有点难以接受的人，最好先从自我保健开始尝试一下。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频尿的定义，我要再次强调一下重要的事情：经常感觉想上厕所或者在不经意间尿失禁，这都是真正的疾病之一。有些人可能会把它视为普通现象，类似于老年人的老花眼，认为并非病态。随着年龄增长，许多人都会经历这种情况，这可能是由于缺乏运动、肌肉衰弱、膀胱炎、前列腺肥大等因素导致的尿路问题风险增加。随着年龄增长，这些风险也会增加。简言之，尽管我们提到频尿和尿失禁，但实际上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尿路问题，例如无法忍受突然的尿意
或者在拿重物时有少量尿失禁的情况，这可能发生在中老年男性身上。还有排尿后的轻微漏尿，或者夜间多次起床上厕所的夜间频尿等情况。事实上，许多人都在遭受这些尿路问题的困扰。我想要强调的是，频尿和漏尿都是疾病，因此首先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保持治疗疾病的态度非常重要。根据不同的症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许多尿路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这是泌尿科医生所说的。由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自我努力来改善，所以不应该放任不管，而是要认真对待并积极改善。针对频尿和漏尿，有许多可以立即开始实施的自我保健方法，比如控制水分摄取和进行适当的运动等。事实上，许多人通过这些自我保健方法明显改善了症状。不要以年龄大或者去泌尿科会感到尴尬等为借口拖延治疗。频尿和漏尿不是靠忍耐就会自行治愈的疾病，相反的，如果不加以重视，生活质量将逐渐下降，症状也会日益严重。无论是哪种疾病，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都至关重要。频尿和漏尿通常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这是作者所指出的。此外，频尿和漏尿可能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变得害怕外出、避免社交、无法享受电影院的观影体验、难以长时间乘坐火车或者排队等等。这些无意识中的影响会大幅降低生活质量，逐渐丧失生活乐趣。如果总是担心在进行愉快的活动时会出现尿路问题，那么就无法真正享受乐趣。特别是在飞机上等不便利的环境下，需频繁上厕所会给人带来极大压力。此外，频尿和漏尿还可能导致难以集中注意力，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举例来说，如果有需要集中注意力完成的任务，但因为频尿需要多次上厕所，每次去厕所都会中断集中力。据说，一旦集中力被中断，需要大约15分钟才能恢复。如果每次上厕所都会中断集中力，那么显然效率会大幅下降。像上班族在办公室里多次上厕所会引起同事们的疑惑目光一样，也会影响工作效率。和朋友一起外出时多次上厕所可能会让朋友感到困扰。同样，和女友去迪士尼乐园但不停地中途上厕所也会让对方感到失望。总之，尿路问题会严重降低生活质量，因此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并加以改善。目前有许多可以立即开始的自我保健方法，而且现在医疗机构常见的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多数情况都是可以治愈的。频尿和漏尿背后可能隐藏着严重疾病的情况，因此放任不管是不可取的。举例来说，有些频尿背后可能是膀胱癌或前列腺癌等疾病的表现。去医疗机构就诊的好处在于可以明确是否存在这些严重疾病。频尿对身体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特别是对睡眠会产生严重影响。听到这里的大家可能有夜间多次起床上厕所的情况，这种情况称为夜间频尿，指的是睡觉后需要起床排尿1次以上，这会影响日常生活。夜间频尿的困扰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频繁夜间醒来会导致睡眠不足，增加跌倒和身体不适的风险。最重要的是，睡眠被频繁打断会大幅降低睡眠质量，进而增加睡眠问题的风险。已经出现夜间频尿状况的人，应该尽早就医或者积极进行自我保健。听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否有频尿或尿失禁的问题，以及需要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对于那些担心排尿情况的人，或者想要治疗频尿和漏尿的人，首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首先，作者建议，如果有疑问，应该去泌尿科就诊。当您去泌尿科就诊时，可能会有人担心会进行各种检查，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检查，特别是一些疼痛性检查。但是，请放心，对于像频尿和漏尿这样的排尿障碍，医院通常首先进行的是对身体负担较小的检查，例如尿液采集和超声波检查，
并不会立即进行疼痛性检查。另外，关于频尿和漏尿的诊断和治疗，对于轻微症状，常见的内科也可以进行治疗，医生会给予合适的建议和指导。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推荐适当的专科医生或医疗机构。接下来，让我们简要解释一下频尿和漏尿的治疗方法，主要有以下4种：一、生活习惯改善，通过生活指导、特定体操或行为疗法等来改善生活方式；二、药物疗法，通过药物治疗来改善症状；三、手术治疗，对需要手术干预的情况进行手术治疗；四、行为疗法，如膀胱训练等方法。举例来说，如果由于尿液无法完全排空而不断积聚在膀胱内而导致频尿，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完全排空。对于男性的前列腺肥大症，可能需要进行前列腺削减手术以扩大尿道通道。对于女性可能的尿道狭窄导致尿液滞留的情况，需要考虑手术来纠正或移除干扰尿液流通的器官。如果膀胱收缩力不足导致尿液无法完全排空，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以增强膀胱收缩力。对于尿液完全排空但仍出现频尿或漏尿的情况，可能需要通过药物抑制膀胱收缩力来治疗。当然，并非所有情况都需要依赖药物治疗或手术，改变生活习惯也可以改善症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非常重要。对于肥胖问题，可以通过改善饮食习惯和增加运动等方式来减轻体重。对于感觉寒冷的情况，应该注意保持身体温暖的生活方式。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医生会提供相应的生活指导。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详细介绍了生活指导、特定体操以及膀胱训练等行为疗法，这些都是您可以自己进行的自我护理方法。接下来我会在第2节详细解释。我想更详细的介绍一下如何选择良好的就诊医师。如果您已经有常去的医生，首先应该向该医生咨询。如果没有固定医生，那么就应该去专科医院就诊，选择标榜泌尿科服务的医院。在泌尿科中还有专门处理排尿障碍问题的医生，您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进行搜索，确保得到这些专业医生的诊断非常重要。在就诊时，医生会通过询问病史和进行相关检查，了解患者的频尿和漏尿症状以及困扰的具体问题，这是识别优秀医生的关键因素。同时，医生是否听取了患者的治疗期望，并尽量满足这些期望，也是评判医生态度的重要标准。另外，交流中是否感到舒适，以及对医生的信任程度也是重要的评判依据。请务必综合考虑这些要点，在优秀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接下来，我将在下面的2个部分中详细解释如何自行克服排尿和漏尿问题，并介绍最佳的治疗方法。如果您觉得前往泌尿科有一定难度，或者希望自行解决问题，或者希望预防问题的恶化，请务必尝试本节介绍的方法。今天我要介绍的是5种自我克服尿失禁的最有效方法：一、记录排尿情况并调整生活习惯；二、控制饮酒量；三、避免刺激尿道的物质；四、进行膀胱训练；五、进行骨盆底肌肉锻炼。让我们逐一解释这5种方法，即使只执行其中一种，也能带来明显改善。首先，我们来看第1种方法：记录排尿情况并调整生活习惯。了解自己目前的状况至关重要。您目前存在哪些尿液问题需要解决？通过了解自己的状况，就可以明确需要如何改变生活习惯来解决问题。建议您记录每天的排尿时间和排尿量，并将这些信息记录在排尿日志中。这样做可以清楚地了解每天的尿量、排尿次数以及每次排尿量，从而明确您所面临的尿液问题的根本原因。接着，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生活习惯，有助于有效地改善尿液问题。了解排尿问题的原因后，可以调整生活习惯来应对。例如，如果某人一次排尿量少而排尿次数多，可能表示膀胱容量减小，这一点需要明确。此外，还可以了解排尿频繁的时间段，
是白天频尿还是夜间频尿？清楚了解这些，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例如，夜间频尿的人可以减少睡前的水分、酒精和咖啡因摄入量，来调节夜间尿量。如果一天的排尿量明显偏高，就需要注意水分摄入量，特别是老年人可能因为健康需要而有意识地增加水分摄入量，这也可能导致夜间频尿问题。对于一天排尿量超过2升的人，也需要重新审视白天的水分摄入量。一般来说，每天的适量水分摄入量应为体重每公斤20至30毫升未满。例如，60公斤的人每天应摄入不超过1800毫升的水。根据这个标准来调整水分摄入量，控制一天排尿量在1200毫升至1500毫升之间会更好。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逐渐控制排尿量，也更好地控制水分摄入量。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因为摄水过多才导致排尿问题，这种客观的认知会让人感到安心。建议您记录排尿日志，找出自己的排尿问题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如何记录排尿日志。很简单，希望你能轻松尝试一下。你需要准备一个容量约为500毫升的量杯和一张排尿日志表。排尿日志表可以自行设计记录方式，也可以在网上搜索排尿日志模板等关键词，找到很多可用的模板。准备好量杯和排尿日志表后，从早上起床开始记录第一次排尿时间，之后每次排尿都要记录以下4个内容：1、排尿时间，记录排尿的时间，以5分钟为单位。2、排尿量，在马桶上放置量杯，直接将尿液排入量杯中进行测量。3、漏尿或失禁，如果有漏尿或失禁情况，请做好记录。4、起床时间和就寝时间，为了区分白天和夜晚的排尿情况，也要记录起床和就寝时间。这样简单记录这4个内容就可以了。如果有余力的话，也可以记录摄入的水分量，建议至少连续记录3天到1周。如果平日太忙，可以只记录周末的2天。先试着记录至少2天，就能了解自己的排尿状况和膀胱大小等情况。首先要客观地了解自己目前的状态，然后根据排尿记录调整生活习惯即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水分摄入量。为了预防频尿和漏尿，一天的水分摄入量应控制在除了饮食中含水量外，大约1500毫升左右。然而，过度担心频尿和漏尿而极端减少水分摄入量是适得其反的，请停止这种做法。确保适量摄入水分是至关重要的，既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在现代注重健康的环境中，我们接收到各种健康信息，例如，经常听到要多喝水以保持血液清爽的建议，但是有些人过度饮水会导致夜间频尿的情况，这也很常见。了解自己的情况，并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适量摄入水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解释对你有所帮助吗？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2种方法，减少饮酒量。这对于克服频尿和漏尿问题非常重要。刚才提到了摄入水分量的问题，对于想要预防频尿和漏尿的人来说，需要注意不要喝太多水。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饮水量相同，根据选择的饮料不同，排尿次数也会有较大差异，这一点也需要注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饮酒问题，酒精直接刺激膀胱，并具有利尿作用，喝酒后更容易感到尿意增加，因此频尿和漏尿的人应尽量减少饮酒。当然，并不是说要完全不喝酒，因为适量饮酒对一些人来说也是缓解压力的方式。过度限制酒精摄入反而可能导致过度紧张，所以要根据个人情况适量控制酒精摄入。如果你想要喝酒的话，可以选择含钾量较少、利尿作用较小的酒类。酒类的利尿作用取决于其中的钾含量，钾含量多的酒类主要包括红酒和啤酒。此外，碳酸饮料和柑橘类饮料被认为会直接刺激膀胱，所以最好避免饮用啤酒和罐装酒精饮料等。相反的，含钾量较少、对尿液问题更友好的酒类包括清酒、烧酒、威士忌和白兰地。
因此选择含钾量较少的酒类，并控制饮酒量非常重要。刚刚我们提到了要减少饮酒量，同时还要注意避免刺激尿道的物质，这对于克服频尿和漏尿问题非常关键。咖啡因具有促进尿液排泄的利尿作用，同时也会直接刺激膀胱，增加尿意，导致频尿和漏尿。大家喝咖啡后想去厕所的经历都很熟悉吧？这是因为咖啡中含有咖啡因。除了咖啡，茶中也含有相当数量的咖啡因，所以也需要引起注意。特别是在茶中，绿茶含有大量咖啡因，因此想要预防频尿和漏尿的人需要注意饮用量。除了绿茶外，红茶、乌龙茶、可可等饮料中也含有咖啡因。需要注意的是，甜味饮料如可乐等也含有较多咖啡因，因此需要注意这些隐藏的咖啡因。特别是在睡前需要特别注意这些隐藏的咖啡因。有些人可能不知不觉地摄取了咖啡因，导致入睡困难。如果喜欢喝茶的人，可以选择无咖啡因的麦茶、薏米茶、荞麦茶、黑豆茶、草药茶等茶类。另外，除了咖啡因外，强烈辛味或酸味的食物也会刺激膀胱，例如辣椒、辣酱、芥末等辛味食物，以及泡菜、酸奶等酸味食品都需要注意。柠檬、橙子、葡萄柚等柑橘类水果也需要注意，特别是对于有过度活跃膀胱或膀胱炎的人来说，需要避免食用过多这类食物，以免加重症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些食物的反应因人而异，根据个人的感受来决定是否控制食用量也很重要。如果你吃了柑橘类食物没有问题，那么可以继续享用。因此，请认真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并注意盐分摄入。我们体内的盐分含量是相对稳定的，过多的盐分会导致身体试图通过尿液排出盐分，这会增加尿液量，导致频尿和夜间频尿的发生。食盐摄入过多会导致喉咙干燥，不自觉地增加水分摄入量，进而导致频繁上厕所，增加漏尿的风险。以上是关于避免刺激尿道物质的解释。下面我们继续下一个主题。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第4种方法，克服频尿和漏尿的最佳方法——膀胱训练。大家是否听说过这个膀胱训练呢？膀胱训练是指在感到尿意时尽量忍住不去厕所，逐渐增加膀胱内尿液的储存量的训练。健康的膀胱是可以伸缩的，当尿液积聚时，膀胱会膨胀。然而，过度活跃膀胱的人，由于膀胱失去了柔软性，尿液积聚较少时就会感到尿意。通过进行这种膀胱训练，膀胱逐渐恢复柔软性，增加尿液积聚的量。刚才稍微提到了膀胱过度活跃症这个词，它是漏尿的一个重要原因。膀胱是指膀胱无法充分储存尿液的病症。一般来说，人在尿液积聚到200至300毫升时开始感到尿意，约到400毫升时无法忍耐而需要上厕所。然而，如果患有膀胱过度活跃症，200至300毫升的尿液已经会导致无法忍耐而需要上厕所，因此，频尿和漏尿等尿液问题就会发生。看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会认为自己可能患有膀胱过度活跃症吧？这样的话，建议尝试进行膀胱训练。这种训练方法非常简单。首先，当感到尿意时，请冷静坐在椅子上，忍耐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尽量不去思考尿意，可以转移注意力去想其他事情，或者听听音乐来分散注意力。最开始时不要过于强求自己，可以试着忍耐1分钟。随着逐渐适应，可以逐步增加忍耐时间，从5分钟到10分钟，甚至15分钟都可以。每天坚持进行这样的训练，逐渐减轻频尿和尿意紧迫感，摆脱整天想着上厕所的生活状态。可以说，这就像是对膀胱进行锻炼一样。通过这样的训练，膀胱重新获得柔软性，增加了尿液储存容量，从而减轻了频尿和漏尿的情况。这样的训练效果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下一个主题。下面我们来谈谈第5种方法，
通过骨盆底肌肉体操来克服频尿和漏尿的最强方法。现在我想解释一下骨盆底肌肉体操。骨盆底肌肉体操是一种锻炼骨盆底肌肉的方法。骨盆底肌肉位于骨盆底部，支撑着直肠等器官，扮演着尿道、阴道和肛门等重要角色。特别是女性，由于生育和年龄增长，骨盆底肌肉容易松弛，导致漏尿问题。通过掌控骨盆底肌肉的收缩和放松的体操，可以有效地锻炼骨盆底肌肉。锻炼骨盆底肌肉可以改善膀胱过度活跃症和漏尿症状。首先，通过增强骨盆底肌肉的厚度和力量，可以有效支撑膀胱和尿道，使得排尿更容易控制。即使突然感到尿急时，通过紧收骨盆底肌肉也能预防漏尿的发生。骨盆底肌肉会随着年龄逐渐衰退，因此即使目前没有尿液问题，锻炼骨盆底肌肉也对预防尿液问题非常有效，请务必尝试。下面我将详细介绍骨盆底肌肉体操的基本方法。仰卧在床上，双脚肩宽伸展，膝盖微微弯曲，全身放松。男性应该意识到肛门和阴茎的连接处，女性应该意识到肛门、阴道和尿道，然后像要抬起肚脐一样收缩骨盆底肌肉，保持紧绷10秒钟，然后休息5到10秒，再次重复相同动作，连续做10到20次。完成这一部分后，按照同样的方式，用更短的时间1到2秒收缩骨盆底肌肉，重复3次，然后再休息5到10秒，再做10到20次收缩骨盆底肌肉，持续12秒的动作。完成这些动作即可结束。这样的训练非常简单，一旦熟练掌握，就会更加轻松。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进行这些训练，但建议在起床后或睡前在床上进行，这样更容易养成习惯。另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规律，在午餐后或洗澡前进行训练，找到适合养成习惯的时间和地点。请务必尝试养成这个习惯。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